中国彻底乱套了。银行、科研机构、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们猛然惊醒，他们不是什么职场精英，而是被无形锁链捆死的囚徒。出境，想都别想，得批条子出城，老老实实报备，连理由都得写清楚，更别提手机早就成了甩不掉的电子眼，盯着你的一举一动。这不是电影里的虚构剧情，而是2025年中国活生生的现实。海外媒体爆出猛料，当局对这些要员的监控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，生活如履薄冰，稍有不慎便是万丈深渊，出门一步都得提心吊胆。北京某银行一名员工的家属哭诉，她的丈夫只是贷款审核部门的一个普通职员，却在周末开车去天津的路上接到上司电话，你怎么不报备就离开北京？你要去哪儿？当时他刚驶出北京进入河北地界，手机定位系统就像幽灵一样死死盯着他的行踪。这名家属至今想不通，这日子还能过吗？连喘口气的自由都没了。更恐怖的是，这种监控并非个例。据这名家属透露，北京的银行，尤其是涉及科研或高管职位的人员，都被纳入了所谓的手机追踪系统。无论你是坐高铁、乘飞机还是自驾，只要离开北京一步，系统立刻报警，上司的问询电话紧随而至。记者试图联系北京某银行行长办公室核实情况，但电话无人接听，仿佛一切都被掩盖在神秘的黑幕之下。南方的深圳也没能逃脱这张监控大网。3月21日，一名商业银行员工向海外媒体倾诉，银行对副处长以上管理人员的出城限制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。想从深圳去广州，哪怕是放假，也得提前上报行程，说明目的，不然就等着被查吧。他苦笑道，如果搭乘公共交通工具，买票时刷身份证的那一刻，银行内部的检查组就能通过电脑系统锁定你的位置，没报备，等着被叫去谈话吧。这名员工还透露，目前自驾车出城暂时是个漏洞，因为不需要身份证购票，系统还抓不到。但他语气沉重地说，这只是暂时的，谁知道哪天手机定位也会覆盖到私家车，到时候真是插翅难飞了。据他估计，这种限制措施在中国各地已暗中推行数年，只是普通人根本无从知晓罢了。科研人员出北京要领导画押，出国更是痴人说梦。在北京搞科研的一位父亲，最近听儿子抱怨，现在离开北京得领导签字同意，连出国都别想了。这位父亲气得直拍桌子，这不是把人当犯人管吗？体制内的人被锁得死死的，可那些有钱有势的照样跑得欢。他儿子还提到，只要出了北京地界，哪怕只有1米，移动公司的监控系统就会立刻反馈信息，领导的电话随后就到，简直比牢房还严密。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据社交媒体上的最新爆料，人工智能领域的明星公司 DeepSeek 已被当局全面接管。员工不仅被禁止出国，连护照都被强制上交，连出省都成了奢望。一名匿名网友怒斥科研人员在他们眼里就是奴隶，为虎作伥还被监控，真是活该。数据显示， DeepSeek 的研发团队中，至少有 70% 的核心成员受到出行限制，涉及 AI 和半导体领域的敏感技术。山东的情况更是一团乱麻。当地一名知情人爆料，银行职员因财务窟窿铤而走险，掏空存款后跑路的案例层出不穷。有个银行被倒腾走了3个亿，钱找不回来，人也跑光了。他痛心地说，当局为了堵住漏洞，直接限制所有管理人员的下班后活动范围，连晚上出门吃个饭都得小心翼翼，生怕被盯上。根据中国银保监会2024年的公开数据，
全国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飙升至 3.5%， 比2022年高出整整1个百分点。而社交媒体上的一份匿名统计显示，仅2024年就有超过200名银行职员因挪用资金或卷款潜逃被通缉。这一切乱象逼得当局不得不祭出更严苛的监控手段，把所有人都锁在笼子里。别以为这只是几个人的悲剧，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灾难。根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2023年的报告，中国公民的自由度评分已跌至历史最低，仅9分，满分100，远低于朝鲜的14分。而当局对敏感岗位人员的管控更是变本加厉。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约有500万公务员、国企员工及科研人员被要求上交护照，占体制内总人数的20%以上。再看海关数据，2024财年，中国公民出境人数骤降至 1.2 亿人次，比2019年的 1.7 亿减少了近 30%。原因，审批制度像铁闸一样拦住了大部分人。国务院内部的逐级审批制度更是离谱，处长出国要局长点头，局长出国得部长拍板，连部长想跑都得高层首肯。结果呢？据路透社估算，2023年至少有300名国企高管因违规出境被调查，平均每人涉案金额高达5000万元。面对这波监控狂潮，有人试图曲线救国。比如，有些银行职员把私家车开到外地，试图躲过公共交通的身份核查；科研人员则寄希望于本地化办公，减少出差频率。但这有用吗？花旗银行2025年3月的分析报告一针见血，就算你在本地办公，手机定位和大数据监控照样让你无处遁形。以北京为例，超过 90% 的银行和科研机构已接入城市大脑系统，实时追踪员工位置，连你去超市买菜都能被记录在案。更讽刺的是，当局还在吹嘘支持高质量发展。商务部3月初还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地说要优化科研环境，可现实却是科研人员连出省都难。社交媒体网友爆料，某科技员工被禁出国后，研发进度直接放缓了 30%， 投资审批也被卡得死死的，公司前景一片迷雾。监控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。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，中国城镇失业率已攀升至 5.8%， 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 18.2%， 创下10年新高。而银行和科研机构的严控政策，直接让数十万人的生计岌岌可危。以山东为例，当地一家中小银行因资金链断裂倒闭，300多名员工一夜之间丢了饭碗，平均每人背负20万元债务。全国范围看，中国金融业协会的内部报告显示，2024年有超过1500家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破产风险，涉及从业人员超100万。如果监控再升级，这些人恐怕连跑路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生活崩塌。银行和科研人员本是中国社会的金饭碗，如今却只剩下一座座冰冷的铁牢笼。当局的监控之手越伸越长，从出境管到出城，连手机定位都成了无处不在的鬼影。数据狠狠地甩出一巴掌，截至2025年3月，全国至少200万体制内精英被死死困在这张巨网里，自由那不过是天边的云，想抓都抓不住。这不是管理，这是奴役。靠着政策的缝隙，他们曾风光无限，如今却被铁腕砸得粉碎，摔进万丈深渊。面对这场灭顶之灾，他们只能在绝望里咬牙挣扎，像溺水的人抓着最后一根稻草。可怜啊，这噩梦才刚拉开帷幕，谁知道下一个被套上枷锁的，会不会就是你？